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亚洲政坛的一个爆炸性话题：日本难道真的要和台湾建交吗？更惊人的是，执政的自民党高层居然扬言要脱离中国。消息一出，北京方面震怒万分，整个气氛剑拔弩张，仿佛疯了般的展开强烈反制。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为何突然恶化到如此地步？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来梳理这场风波的来龙去脉，看看日本是否真的会踏出与台湾建交的那一步，以及北京方面又在担忧些什么。首先，我们要明白日本和台湾建交这两个国家的正式外交关系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日本在1972年就已经与中华民国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当年日本与北京政府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明确表示充分理解并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自那时起，日台之间就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只有民间性质的往来。例如，日本在台湾设立的是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仅扮演实质大使馆的角色，但不具正式外交地位。同样地，台湾在东京也只有台湾日本关系协会这类机构。对日本来说，遵守1972年的承诺一直是对华关系的基石。台湾问题被定位为中国内政，日本官方绝口不提，两国关系更谈不上建交。所以日本要跟台湾建交这件事听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天方夜谭。一旦成真，意味着日本等于推翻过去50多年对华政策，和中国正式决裂。北京当局对此更是零容忍，过去任何国家只要胆敢跟台湾建立官方关系，都势必要承受中国的强烈报复，甚至断交。那么日本为何近期会传出如此惊人的风声呢？事情的转折点就出现在日本政坛风向和区域局势的渐变。过去几年里，东亚局势因为中国崛起与台海紧张而出现重大变化。中国大陆在经济和军事上日益强大，同时对台湾展现出更强硬的统一意志，甚至不排除动武。日本作为东亚的重要国家，也开始重新评估自身安全，特别是近10年来，日本国内对中国的警惕大幅提升，而对台湾的友好感情也在增加。一方面，中国在东海不断派遣军机军舰在日本附近活动，钓鱼台列屿，日本称尖阁诸岛，主权争议让日中关系持续紧绷。另一方面，台湾作为民主伙伴，在2011年东日本大震灾等危机时对日本慷慨援助，加深了日本民众的好感。许多日本人开始认为，在价值观上台湾更接近日本，而中国的威胁则与日俱增。这种氛围之下，日本执政党内的对中强硬派势力逐渐壮大。自民党 LDP 本来就是以保守派居多的政党，其中不乏对华态度强硬、亲近台湾的政客。早在2021年，时任副首相的麻生太郎就曾公开表示，如果中国入侵台湾，日本也不能坐视不管，暗示日本可能是台海有事，为自身安全危机。更早之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卸任后也直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些言论在当时都引起北京的强烈不满，因为这等于日本高层承认台湾安全与日本息息相关。而当时之所以还算擦边球，是因为发言人身份比较特殊。安倍说这话时已不是首相，麻生则虽在位，但用了较暧昧的方式表达。然而风向正在改变，自民党内更直接，鹰派的声音开始走向前台，甚至掌握了最高权力。关键人物就是高市早苗。高市早苗是自民党内著名的右翼保守派，他被称作女版安倍，理念上继承了安倍晋三的路线，对中国强硬，对台湾友好。今年10月，高市早苗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成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她的上台标志着日本政府政策重心的明显右移。高市上任后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态度，她公开强调对台湾的支持，并且毫不掩饰对中共政权的不信任。上任才1个月，高市就以行动证明了他的亲台立场。2025年4月，还是自民党政调会长的他，就曾访问台湾，与台湾总统赖清德会面。成为首相后，他更在外交场合主动接触台湾代表人物。例如，就在10月底韩国庆州举行的
APEC 峰会期间，高市早苗除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短暂交谈外，还在11月1日破天荒地与台湾方面派出的代表前副阁揆林信义进行了会谈。更令北京抓狂的是，高市会后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见到了总统府资政，林信义直接用上了总统府这类暗含台湾主权意涵的称谓。要知道，日本政府历来对台湾官员的头衔用词非常谨慎，小心避免使用让人听起来像是承认台湾官方地位的字眼。然而高市却大大方方用了，这在北京眼中无疑是踩了红线。北京立即提出严正抗议，中国外交部在11月1日当天就对日方提出强烈不满，指责日方此举违背了1972年建交公报的精神。日本这边则反驳说，高市与林信义的接触并不违反维持日台非政府间实务关系的立场，等于强调这只是民间交流。然而中方显然不接受这种说法，日本首相私下会见台湾要员，还称呼对方官衔，这哪还是单纯的民间往来？中日关系的紧张在此埋下伏笔。尽管中方抗议不断，高市早苗并没有因此收敛对台发声。真正引爆外交风暴的是11月7日发生的一幕。当天，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接受质询，面对在野党议员抛出的尖锐问题，如果中国大陆武力犯台，日本政府将如何应对？这本是过去日本领导人极力回避的敏感提问。然而高市几乎不假思索地抛出了一个惊人的回答。他明确表示，一旦台湾发生战事，那将被认定为日本存亡危机事态。所谓存亡危机事态，是日本安保法制中的一个法律概念，意思是关乎国家存亡的危机情况。根据2015年通过的新安保法，一旦出现存亡危机事态，即便日本本土未遭攻击，日本政府也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动用自卫队进行军事行动。翻译成大白话，高市早苗这一句话等同于暗示日本愿意在台海战争中出兵协防台湾。要知道，日本自二战后宪法严格限制对外动武，历届政府在台海问题上更是谨慎再三。以前像安倍、麻生那样的强硬表态已经很少见，而且通常是卸任或办官方场合说说而已。但这次不同，现任首相在国会正式答辩中公开将台湾安全和日本生死存亡挂钩，这是史无前例的强硬姿态。高市早苗以往就以鹰派著称，但如此直接触碰台湾议题红线还是头一次。他的发言震撼了整个国际社会，当然首当其冲就是让北京当局勃然大怒。果不其然，北京方面随即掀起了一连串猛烈的反应。中国官方迅速对高市的言论发出谴责，称其罔顾历史、危险挑衅。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健甚至在社交平台 X 推特上发出露骨的威胁帖文，说那颗脏兮兮的脑袋一旦探出头来，就要毫不犹豫地砍下去，明显是冲着高市早苗去的杀气腾腾语句。这则帖文虽然随后被删除，但已经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日本舆论震惊于中国外交官公然发布如此暴力威胁，中国网民那边则是一片叫好声，战狼情绪高涨。接着，中国外交部为此不但没有道歉，反而替这位总领事背书，宣称薛健的发言只是个人表态，中方的立场是敦促日本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这番态度更加深了日方的愤怒。11月10日，日本外务省召见中国驻华大使提出抗议，日方议员甚至有人要求把这位大阪总领事驱逐出境。同日，北京也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强硬交涉，要求高市收回有关台湾有事的言论。接下来几天，中国政府和媒体发起了铺天盖地的对日批判与报复行动。中共官媒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连日发表措辞激烈的评论文章，指责高市早苗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中日联合声明精神，渲染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再次炒作历史旧账。北京甚至借题发挥，强调今年是台湾光复80周年，即1945年日本战败终止对台殖民统治80周年，声称台湾自那时起重回中国怀抱，日本没有任何权利再染指台湾事务。
这些宣传火力之猛，让人恍如回到文革时的批斗场景。中国军方也出面表态，解放军东部战区透过媒体警告，如果日本干涉台湾，中国军队必将予以迎头痛击，日方将遭受毁灭性打击，乃至在场战败的滋味。言下之意，仿佛扬言再来一次甲午战争或二战般，要让日本自取灭亡。北京当局很清楚，台湾问题在中国内部是最敏感的民族主义导火索之一，这次便全力渲染日本的言行如何，丧心病狂，自欺欺人，成功在国内煽起民众的义愤。中国社交媒体上一时间反日情绪高涨，不少极端网民叫嚣着教训日本、和平东京等等，把局势烘托得杀气腾腾。除了口头和舆论攻势，中国还迅速动用了组合权势的实质报复。首先在外交上，能停的交流统统踩刹车。原定11月中旬举行的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被中方单方面宣布推迟。11月17日于南非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中国总理李强明确拒绝与高市早苗举行会晤，不给日本任何高层对话机会。中国还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严正照会告状，声称日本领导人的危险言论破坏区域和平，要国际社会警惕。接着在经济领域，中国开始惩罚日本经济，其手段之快之广，让人联想到过去中国对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报复，以及对立陶宛侵台行为的制裁等。其中一大重头戏是贸易制裁。中国商务部只是对日本食品进口加强审查，实际上就是故技重施，重启禁止日本水产品全面进口的措施。原来中国因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海问题，曾在2023年禁止日本所有海产品进口，到了2025年秋天刚部分解禁一些，现在借着这次台湾争端又全面暂停，甚至进一步扬言，如日本不纠正错误言论，还将有更多行动。除了水产，中国也突然终止了中日间恢复日本牛肉输入的商谈，一副要在食品、农产品上给日本沉重一击的态势。对于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日本渔业和农业来说，这无疑是敲响警钟。另一方面，中方也开始文化和旅游制裁。中国国家电影局悄悄指示国内院线暂停上映日本电影，原定近期上映的2部日本影片突然被撤档。多家中国旅行社和航空公司则以安全考量为由，陆续取消或减少日本航线航班。3大航空公司甚至主动提供近期飞日本航班的退票和改期服务，以劝阻中国游客赴日。紧接着，中国教育部也提醒中国留学生谨慎前往日本留学，声称日本治安恶化，在日中国公民可能遭到歧视和不测。仿佛一夜之间，中日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急速降温，回到了多年前关系最紧张时的冰点状态。不仅如此，军事上的动作也没缺席。就在北京口诛笔伐和经济施压的同时，中国解放军也出动来对日本示威。11月中旬，有中国海警船编队公然驶入钓鱼台、尖阁诸岛附近海域巡航，炫耀对争议领土的存在。解放军还出动无人机绕飞日本最西端与那国岛附近的空域，甚至传出在东海上空进行实弹演习的消息。虽然尚未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但中国已经透过种种行动向日本亮肌肉、施压力。北京的用意很明显，要提前警告日本和其他区内国家，谁敢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对着干，就要付出惨重代价。这种杀鸡儆猴的姿态，既是说给东京听，也是说给台北、华盛顿乃至首尔、堪培拉听的。毕竟在北京看来，台湾问题上美日同盟、小北约、美日印澳4方机制等都可能联合起来牵制中国，他必须打掉这种念头。然而日本真的被吓到了吗？目前看来，情况和北京的如意算盘并不相同。高市早苗面对铺天盖地的压力，态度强硬，毫不退让。11月10日，他明确拒绝撤回自己有关台湾的发言，强调那其实只是重申日本的一贯立场，并没有改变日本政府政策。同时他也表示，未来在正式场合会更谨慎措辞，但基本观点不变。换句话说，高市没有道歉，更没有收回观点的意思。
日本政府发言人还反过来要求中方对大阪总领事的暴力言论采取适当措施，至少要道歉或惩处。尽管中国没有理会，但这显示日本政府没有一味示弱。日本外务省更召见中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表明高市的发言并无不当，反而是中方外交官言行极端，不可接受。日本朝野也出现某种团结现象，多名朝野议员纷纷谴责中国领事的失当言论，自民党、在野的立宪、民主党、公民党等甚至一致通过了要求中方道歉的决议案。可以说，中国的强硬反应反而激起了日本社会更广泛的反弹情绪。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内对高市早苗此番对中强硬表态的舆论反应颇为耐人寻味。许多人原以为高市府上任就挑动台湾议题，会不会引火烧身，让支持率下滑？毕竟中国经济实力庞大，日本一旦遭报复可能损失惨重。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不降反升，尤其是年轻世代对他支持有增无减。根据日本最大报纸读卖新闻在事件后的全国民调，18至39岁的受访年轻人中，高达64%的人表示支持政府此次对中国强硬立场，而60岁以上年长者支持率约为43%，整体支持度约56%。这说明年轻一代日本人对中国的戒心和不满更强，对守护台湾、坚持日本自身主权尊严的立场相当认同。这背后反映的是日本社会心态的转变。长期以来，日本奉行和平主义，不愿与邻国生事，但年轻世代目睹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施压乃至胁迫，他们开始质疑过去那种对华卑躬屈膝的方针，转而支持更积极强硬的防卫态度。中国的霸道行径某种程度上催生了日本的新世代鹰派民意，这也是北京可能始料未及的反效果。此外，日本各派政治势力的表态也值得玩味。高市所属的自民党内自不用说，鹰派们拍手称快，认为总算有领袖能够对中国说不，坚定捍卫日本利益。但连一向对华较温和的声音也不敢公开批评高市。反对党如立宪民主党只是质疑高市是否充分考量发言措辞，但在原则上并未说他错了。曾与自民党长期联合执政的公民党，日本佛教组织创价学会背景政党，其领袖虽然对高市的台湾有事论调表示存疑，但公民党此时已在10月因为其他政治嫌隙退出执政联盟，成为独立在野党。公民党常年主张与中国友好，是日本政坛对华缓冲的重要力量，但它的影响现在减弱，这也使得高市政府更无后顾之忧地执行强硬政策。可以说，日本政坛在这个议题上虽有不同声音，但国家利益面前相对团结。尤其当中国的外交霸凌摆在眼前时，日本朝野都不愿示弱，以免助长对方气焰。而在国际上，日本的盟友们也纷纷对高市早苗表达支持。台湾方面自然是最受鼓舞的，台北的领导人对日本首相的表态几乎拍手称赞。台湾行政部门发言人立即回应说，日本首相会见台湾代表人物是很正常的事情，并感谢日本长期以来对台安全的关注。针对中国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这件事，台湾更是刻意唱反调，表达对日相挺。台湾总统蔡英文亲自出境拍摄影片，享用日本进口的生鱼片寿司，大口品尝北海道扇贝、狮鱼等海鲜，以行动告诉国人，日本食品很安全，我们全力支持日本。台湾政府也在此之前就完全解除对日本、福岛等地食品的进口限制，显示出与东京并肩的姿态。这种你进我吃的举动在两岸三地媒体上引发热议，充分说明台湾愿与日本共同对抗中国经济胁迫的决心。美国方面作为日本的安保盟友，虽然官方没有大肆张扬此事，毕竟美国也奉行一中政策，不会公开支持台湾有事日本出兵的说法，但实质上美方对日本的强硬立场颇为赞许。美国驻日大使公开表示，不论是总统本人还是我以及整个美国大使馆都支持日本首相的立场。据报道，美国政府私下对日本在台海问题上更加明确、坚定感到安心，因为美日同盟一直希望日本承担更多区域安全责任，尤其现任美国总统川普一直要求盟国提升军费，高市也顺势承诺将日本防卫预算
在2026年前提高到 GDP 的 2%， 这与美方利益不谋而合。可以说，在此事件中，美国与台湾都站在日本这一边，形成一个事实上的团结阵营。反观中国，虽然怒气冲天地动员各种手段制裁日本，但在国际上应者寥寥。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对中日争端保持低调，欧洲盟国大多仅呼吁双方对话降温，并未谴责日本。事实上，某些欧美政界人士还认为中国的反应极其不当。例如，美国前国防官员在受访时就批评北京对高市发言的过激反应，称这证明了中国的战狼外交只会更加孤立自己。那么，如此一来，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日本真的要和台湾建交吗？当前的事态看似往那个方向大踏步前进，日本领导人公开谈论协防台湾，视台湾为盟友，北京则暴跳如雷，中日关系急剧恶化，仿佛离断交都不远。难道东京真的下定决心要与台北正式缔结外交吗？这里我们需要理性分析。在现阶段，日本政府仍未改变其一中政策的基本框架，高市早苗的强硬更多体现在安全与军事层面，而非直接宣布承认台湾为国家，与之建交。尽管他在行为上接近打破禁忌，譬如称呼林信一为总统府官员，但截至目前，日本官方立场仍然是维持与台湾非政府间的实务关系。高市本人也在风波后重申，日本将继续遵守1972年联合声明的立场。不过，这次事件确实显示出日本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逼近那条红线。如果未来台海局势继续恶化，不排除东京当局采取更多突破性的举措，例如提升日本驻台机构的层级，名称更加官方化，邀请更高级别的台湾官员访日，甚至参与国际多边对话。这些都将是半官方但实质上的关系升级，为未来可能的外交承认做铺垫。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层现实，日本正在有意识地脱离中国，影响不仅是外交上，还有经贸和战略上。所谓自民党高层宣布脱离中国，可以理解为日本执政团队下决心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摆脱以往看中国脸色行事的状态。近年来，日本政府推动了一系列经济安保政策，目的就在于供应链去中化。比如，日本提供补贴，鼓励制造业从中国迁回本土或转往东南亚，以避免关键产业过度依赖中国市场。又如在尖端科技领域，日本配合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限制先进半导体设备卖给中国，以免助长潜在对手的军事实力。再比如，在稀土等战略矿物上，日本早自2010年就因一次中日渔船冲突受中国禁运之苦，随后积极在澳洲等地投资矿山，发展替代供应渠道，不让中国拿稀土卡日本脖子。这次中国因高市言论对日本实施经济报复，更会促使东京下更大决心与美欧合作，加速供应链多元化。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言，中国给日本的压力越大，日本民众反而越团结。北京或许误判了形势，认为对日施压可以逼东京让步，实际上却激发出日本更强的自主意识和抵抗决心。长远来看，如果中国执意在台湾问题上对周边国家采取高压威胁，那么日本和台湾走得更近，甚至某天建立正式同盟也并非全无可能。毕竟历史上许多外交巨变都是在高压下发生的。当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改与北京建交，是冷战格局使然。而未来若美中真的陷入新冷战，并在台海一触即发，不排除美日一起调整一中政策，改以承认台湾来共同对抗中国。当然，这将是极为戏剧性也极具风险的转变，等同于中美日完全决裂，新的对抗铁幕落下。日本决策者也深知其中利害，所以目前高市政府虽然强硬，但仍留有一线余地，没有宣称政策转向。然而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过去那种日本小心翼翼维持中日关系，不敢触碰台湾议题的时代正在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自信而戒备的日本。他愿意为捍卫自身与盟友安全而承担风险，哪怕因此激怒中国。北京方面如今进退维谷，一方面他想通过雷霆手段压服日本，使其晋升道歉，好维护自身对台问题的绝对话语权。但另一方面，
这些手段却在日本国内产生反效果，反而助长了日本对抗中国的民意。如果北京继续升高对日敌意，只会逼得东京更往华府和台北靠拢，形成远中近台的新战略定位。最近的事态发展对此已是明证。中国发布赴日旅游警告后，日本非但没有退缩，还呼吁北京冷静克制。中国暂停中日高层对话，日本则转向加强与美韩等国的安保合作。几乎是中国每出一张牌，日本就亮出一副更不依赖中国的态势。从前中国经常利用经贸往来作为外交筹码，但如今日本似乎下定决心，即使没有你中国，我也能活。这正是北京最担心看到的局面。可以想见，如果未来北京真的对台湾动武，日本势必更坚定地站在美国及台湾一侧。到那时候别说建交，日台甚至可能结成某种军事同盟，共同抵抗中国。而若中国短期内不采取更激进行动，这场外交风波或许还有转圜余地，例如透过第三方斡旋，日中重启某种对话，日本在表面措辞上稍作保留，中国也停止进一步制裁，让关系不至于彻底撕裂。但日中之间已经埋下深深的猜忌和敌意。北京认为日本政府右倾，军国主义幽灵复活，不再可信。东京则认为中国咄咄逼人，不尊重规则，必须提防。双方民间舆论也日益负面，中国人重新喊出日本军国主义抬头要警惕，日本人则对中国抱持更多戒心和反感。所以日本要跟台湾建交，自民党高层宣布脱离中国，北京整个疯了。这个耸人听闻的标题背后，其实折射的是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巨变。简单说，日中两国正高速奔向一场全面对立的态势，而台湾则处在这场角力的中心。或许短时间内，日本不会正式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毕竟那一步等同引爆中日断交和区域危机。但日本已明确向世界传达出一个信号，在捍卫台湾、牵制中国这件事上，日本准备更积极主动，即便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北京的强硬反应虽疯狂，却可能适得其反，把日本推得更远，甚至推向他最不愿见到的局面，一个更团结且对抗心态更强的美日台联盟。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继续观察这场风波的走向，高市早苗能否在压力下继续顶住，推动日本防卫改革甚至修宪？中国会不会因顾及经贸损失而稍微缓和对日敌意，还是会变本加厉？台湾问题最终会不会将中日彻底撕裂？这一切都有待时间给我们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亚洲的局势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曾经的对手和盟友关系正在重新排列组合。曾几何时，中日建交被视为东亚和平的基石，而现在日台建交却被某些人开始悄悄讨论作为未来的可能。世事变幻无常，历史的吊诡就在于此。我们只能希望理性和冷静最终能战胜疯狂与对抗。不过在那之前，我们恐怕会见证更多惊涛骇浪。日本和台湾会不会真的建交？北京的怒火最终将把局势推向何方？让我们拭目以待。可以确定的是，这场围绕台湾的博弈正深刻改变着东亚的命运，每一步都惊心动魄。我们身处历史巨变的开端，也许未来回头看，2025年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吧。总之，局势如何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